关注北美生活，说出你的故事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你好，温哥华》访谈栏目，我是主持人你妹。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王德忠 Cyrus 先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厅，分享他的故事。来，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德忠。今天我就是非常荣幸，也很开心可以过来分享我的故事。欢迎欢迎！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看到了，王德忠先生有着西方人的外表，但是却可以说这口流利的中文。我第一次在抖音上刷到他的时候，我也惊呆了，他居然在全网有超过100万的粉丝，还行，超厉害。那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你是加拿大本地人吗？我不是的，其实我是出生在美国，而且我妈妈是德国人，所以你是混血。我也是混血的，对，我爸爸是美国人，妈妈是德国人的，所以我有2个护照，我是代表2个国家，美国和德国，然后来了加拿大差不多有4年了。有4年，所以你看我抖音的名字就是温哥华老外。因为我在这边也是老外的，也是老外。那我来的比你还久哎，对，是吧？所以您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来到温哥华吗？因为我太太是一个她是加拿大的华人，所以她是在中国出生，但是她12岁的时候就移民到这里，她就是在 Richmond 长大了，然后我们都是在上海见面，我们在香港结婚了也是在香港生了我们第一个孩子。所以我们在中国大概有10年多了，但是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回来这边的，然后我老婆她就是在这里长大了，所以她说，我们现在有孩子们，我们就回去了，在那边生活。然后加拿大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国家，所以我说好吧，我们就去一个新的国家，没问题了。我也想看看加拿大的生活质量怎么样。Welcome to Canada。对呀，Thank you。那你现在在加拿大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呢？我现在是做专业顾问。我现在因为以前我住在中国10年多了，所以我就是帮助很多北美的公司进去中国的市场，而且帮助很多中国的公司进来北美的市场。就是像交易啊、贸易啊、顾问，对，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去。对，而且现在我告诉很多人，你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帮助别人了解中国。比如说很多人，所以我也开始一个 YouTube 的平台，因为好多人我们有很多西方人不了解中国，所以我说我以前住在那边10年多了，我想告诉你，比如说中国的文化怎么样的，如果你在那边想做工作的，还是要有一个产品要进去那个中国的市场，我们就可以帮助你了。所以我觉得真的王德忠先生是一个文化交流大使。文化传播大使，但是还是要学习很多的，我们不停的在学习。我有个问题啊，就是你是先学的中文还是先去的中国？先学的中国。你是在中国当地学的中文？就是。你觉得中文难不难？我觉得最好是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。比如说我先去中国的时候，我就真的说一句话，你好。然后我在路上就说你好，很多人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？哇，你的中文说的真好的，就说了一句话。然后我说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的，我真的说你好。所以很多中国人他们都是鼓励你，而且你一开始的时候你说错了没关系，你没关系，你再加油，你再说一遍呢，没关系，我教你怎么做的，包容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环境非常好的，而且。你在中国有很多，我一直说你有中文老师吗？我说有很多的，因为我就跑到路上的，大家都是老师，大家都是老师的，每天都可以跟他们讲中文的。对，所以都是自己学的，都是在上海学的。太厉害了！还行。太厉害了！过了14年了以后，我还要学很多了。王先生，您的孩子也会讲中文吗？他们会讲广东话，因为我老婆是广东的，对，是广东人，所以她的母语就是广东话。而且我们家庭就碰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，我会说普通话，我也在学习广东话，但是你知道广东人他们特别喜欢说广东话，是的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矛盾。妈妈说他们一定要讲广东话，我说广东话好，但是普通话比较重要的，但是英文也要学习的。我妈妈也是德国人，她说他们也要讲德语的，不要忘记你的德语。天哪！所以我们有太多的语言要教他们的。德国跟美国人都混血来到了加拿大，却要跟
老婆跟孩子来争吵要讲广东话还是讲中文的问题。对，所以其实4个语言他们都会讲一点点，当然英文是最好的，因为我们是住在加拿大，但是都能讲一点点。你们家庭非常的多元化，就是很有意思的，非常有意思。您去过中国的哪些城市呢？然后您最喜欢哪一个？那以前住在中国10年了，然后去过了大概有60个城市在中国。60个？对，去了好多地方的。因为以前我在那边经常出差了，就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呢，去了很多城市了。其实我觉得每个城市都有他们的优点，都有很有意思的。是的。我可能最喜欢的就是上海，因为我是住在上海，然后那边就是一个老家，就是老家，就是我第2个老家。第2故乡。但是我觉觉得北京也是非常好的。你去北京，当然那个文化非常有意思的。我是北京人，而且北京人的哇，北京特别好的。我很开心你喜欢北京。对，而且很有意思。我每次去北京的时候，我每一次去，我大概去了20几次。天气特别好了，没有污染在那边了。然后所以很多人说，你说的北京不是天气不好吗？我说我不知道，可能我就是跟北京有关系的，还是什么是缘分的吗？就是缘分的。但是我每一次去就是非常漂亮的天气的。其实这些年就是北京的空气控制都还蛮好的。其实没好很多了。我现在去中国是07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空气真的是很糟糕的，但是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是的，我是2012年出国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我每一次回国，感觉北京的天气都还蛮好的。不错的，真的是越来越好的。刚刚我有提到王德忠先生，他不仅是一个会讲中文的这个美国人，而且呢，他还是一个全网座拥100万粉丝的大博主。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？就是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博主？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我可以走这条路，因为差不多18个月前，我突然就有一个想法，我说我发现了好多西方人不了解中国。因为中国就是比较复杂了，如果你要了解中国是比较复杂了。一个典型的西方人当然是不了解中国了，因为基本上他们都没有去过中国的文化、中国的语言，他们基本上什么都不了解了。所以我看了好多人，他们是对中国是不了解的。然后说，我突然有一个想法，我以前住在中国10年多了，我应该分享我的故事。所以我应该，比如说，如果中国和美国碰到了一个情况，我可以分析一下，告诉我从我的角度，一个以前住在中国10年多的美国人，从我的角度，美国是怎么样的，中国是怎么样的。所以18个月前我就拍了我第一个视频，然后因为我就是突然有一个想法，所以就拍了视频放在 YouTube 上面了。过了2天，我就看到了，哇，有1000个观看，然后有20个评论，很多。然后说哇。这是第一个有1000个观看，我说哇，效果不错的，是的，而且有20个评论说，你讲的很好的，你再拍一个吧。我说好吧，那我就换了那个话题，然后再拍一个，然后就是这样开始的。过了18个月，我们就在这儿了。然后就是每个星期就是有粉丝越来越多了，而且我觉得哇，这个很有意思，我可以。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国了，然后以前住在那边10年多了，我搬家到这边的时候，很多人说你中国的梦想就停住了。我说没有，现在就继续了，还是在继续的。因为我太太也是中国人的，我3个小孩他们都是混血了。中国是对我来说只有3个孩子的。对他们，所以我说以后我肯定会去中国了。而且我太太他们的父母还住在广东，所以我们有机会的话嘛，我们比如说每年的夏天的时候，一定要回去中国了。所以一定要保持我跟中国的关系。对呀。那您认为就是美国人或者加拿大的学生应不应该去中国留学呢？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就是发展的很快的，而且如果你先去中国的时候，这个环境完全不一样的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，你去加拿大，基本上文化差不多了，有一些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基本上那个语言是一样的，文化很像的，食物也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所以如果你去中国的话，那就是完全另外一个感觉。是的。所以我觉得你对你自己，你可以自己提高一点点。比如说你在中国，比如说我07年去了中国，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你在路上没有人会说英文的。
所以我碰到，这是我第一次去一个，比如说你去欧洲，那基本上每个人都会讲英文的。你去了法国没关系，你用英文也可以的。但是我去了中国，马上我就上了一辆出租车。Hello，how are you？ 什么听不懂？你说中文，你要去哪儿了？OK。所以我就看我那个字典，我想去那个地铁。OK， 你要马上要学习中文的。所以那个环境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。逼着你去学，但是所以我说，如果你有机会去中国，我觉得是很好的。但是最好我喜欢看更多的美国人出国，因为80%的美国人都没有自己的护照，都没有出国。真的吗？有很多人的，而且我有一些朋友们，他们说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护照？因为我已经住在美国，美国是最好的，我们是世界上排了第1名，为什么我要去过了？所以我说。我们美国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国家，但是你怎么可能说我们是世界上排名第1？如果你没有去过其他的国家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先去看看别的国家，而且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学习。对的，这个是我的想法。我非常非常的支持跟赞同。我就是因为有这个想法，所以才想出国去外面看一看。对，就是到外面去看一看，所以不一定要去中国，但是一定要出国。对的，长一长见识。对了，世界那么大，去看一看。对了，就是。我看到您做的很多视频都跟中加关系、中美关系有关。那之前我也是个 YouTuber， 对，然后我也做了一期就是关于香港暴乱的那个时候，我也做了一期视频。OK， 然后我觉得哇，支持中国。就是反暴力，然后那个时候就很多人在我的评论下面说你这么支持中国，为什么还要来加拿大，滚回你的中国去？对，你有过类似的网络暴力的经历吗？我碰到了这个问题了，因为我以前已经说过了，就是有很多人比如说我不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的，因为很多美国人他们觉得中国就是我们世界上最大的敌人。但是我说不是的，我说其实你看中国，如果你更了解中国的政府一直说我们要看看我们怎么一起合作的，我们想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的，但是一定要尊重我们的，我们的政府跟美国完全不一样的，但是我们的国家也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你尊重，我们会尊重你，互相尊重，你尊重我，就是这，而且我们不要讨论这个话题，我们就看看我们怎么做生意的。我们这么对吧？因为你看，我们的国家已经有跟加拿大一样的，已经有50年的历史，对吧？我们中国和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已经超过了50年了，所以50年里面的我们做很多生意的，我们很多美国公司进了加拿大进了中国，也有很多中国人只是移民到这边呢。这个是非常好的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。我一直说我们是一个 global economy， 对吧？所以我感觉。王德忠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人，就是面对这些网络暴力呢，他会选择去用他的方式，一种积极的态度去缓和这个关系。我看到很多人是直接骂回去。所以，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你是中国人，然后如果你说我是中国人，我爱中国，一个典型的西方人说，你洗脑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尊重他？如果为什么他不能说我爱我自己的国家？如果我是美国人，我说美国是最好，那美国政府说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美国人的，对吧？如果一个美国人说我爱美国，没关系的，但是一个中国人说的话就是洗脑。你洗脑了。我说那这个不公平的，确实有点不公平，对吧？因为而且有很多人，这是很有意思的，大部分的说你是洗脑的人，他们都没有去过中国。对，很有可能，很有可能的。所以他们说，你说你爱中国吗？你是洗脑了。那你去过了？我不要去那边了，没关系的，我已经住在美国了，已经住在加拿大了，我也不想去那边了。那你怎么知道？这个就是这个是我最讨厌的，就是如果你都没有去过中国，然后你说，中国是这样子，中国是这样子，其实你都没有去过了。对，所以还是得先去。一定要先去，一定要先去看一看怎么样的。因为我住在中国10年的时候，我大概有20个美国的朋友们，他们就是过来看看我然后他们为什么来了中国？因为我在那边了。他们如果我不在的话，他们肯定没有兴趣去了。但是我在那边，他们说，因为你是一个你住在那边了，你也会说中文的，我就我不要担心的。OK， 我就过去看看。他们过来了以后。他们中国跟我以前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的，
比如说我爸爸07年的时候，他来了中国，是他第一次来上海，他说：“哇塞，我看到在路上的有那么多银行在这边了。”我说：“当然，上海有好多人在这边了，一定要银行。”他说：“我以为在共产党里面的他们不允许的，不允许的。”我说：“怎么可能不允许的？”但是这个就是一个，因为他是老人家，这个就是一个 stereotype， 对，因为因为好多美国人，他们就是非常最害怕的一个字就是共产党，他们听到这句话就哇害怕。其实没有那么恐怖，没有那么恐怖的，一定要先去看看。我说中国人如果有很多美国人，中国人没有自由的，如果没有自由的话，他们为什么可以出国？为什么可以移民到其他的国家？为什么可以在中国在国内可以买房子，在那边可以可以买股票了，可以做投资的，有很多人他们可以做有钱人的，有很多方法都可以赚钱的。如果真的是共产党没有自由的话，你不可能做这些事情的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看这是19年，我们有多少个是150万个人从中国就是出国，就是去那边去国外旅游留学，对，但是他们都回去中国了，对吧？你还做过调查？对，没错。我看到王德忠先生在抖音上发了一条视频啊，2020年的8月份，您买了一个激光生发仪，说6个月之后一定会看到效果。您觉得现在效果好吗？哎呀，你看到了这个视频了。好多人在下面问呢。对，好多人在下面问呢。其实，对，其实我跟你讲，那个机器的话，你每2天要用20分钟。我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每天都用了，差不多我每天都用了，大概有6个星期，我就忘记了，我就放弃了，然后我就放在办公室里面了。然后后来呢，我就哎呦天哪，就超过了8个月，其实我头发越来越少了。没关系的，我们呢，而且我家庭里面的所有的男人他们都没有头发了，所以可能这个就是我的缘分吧。没关系，可能这个夏天我可能重新来吧。继续用，重新来，一定要重新来。6个月之后我们来看效果。对，好吧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王德忠先生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跟我们分享。好，感谢你了。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来收看我们的节目。想聆听更多温哥华的故事，请关注温哥华中文电视台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下次再见。